当你为了特定颜色在服务的时候，你说的话就再也没有真正的参考性。他说什么？如果赖清德独裁，还能够让你整天骂？天安门赖皮论的核心论旨就是说，你能上街抗议就是非独裁。而这个论点竟然在好几天之前，经由宇宙最中立媒体人讲出来。他甚至比赖清德还要更早讲出赖清德的论点。你作为政论的评论人，你可以假装眼睛没看见啊！我现在要改口啊！我以后提到这个人，我就说轻描的发言人又来了。赖清德已经开始在挑战台湾人的底线，叫独裁。可是可笑的是，这么多人跑出来帮赖清德洗地，自我作践啊！你这样的行为，民进党也不会用你的啦。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我对汉哥，毕竟他是媒体前辈，我不批评人，但我批评论点。我们全地球最中立的媒体人就出来洗地了，我真的看得非常难过啊！我说你有必要这样作践自己吗？我觉得亮哥的心中啊，看到今天汉哥讲出这种话，虽然是愤怒的，但是是酸楚的。你现在还可以骂政府，代表政府并不独裁，这种说法是经典的独裁洗白话术，属于有限宽容的诡辩。我告诉大家，所有学政治学的、学社会学的、学媒体伦理的、学历史学的学生，只要你不要太混，不然就是除非你是中州加分高材生，基本上你都会学过什么叫做有限宽容的理论。我不相信一个资深媒体人没有学过，问题就来了。如果他学过了，他不知道表面自由等于真正自由的假象吗？言论自由不能只看骂不骂，容忍个案不代表系统性的自由。表面上很开放的假象，但事实上各种查水表、收购、打压、抹黑、关押、批评、攻击、出征，系统性的封闭。个案给你自由，搞不好有时候个案那个自由还是被收买的，还是假的。第三种寒蝉效应才是最恐怖的，当你不断各种打压、各种关押的这种搜索的状况，还有人敢出来吗？现在联署状况不就这样吗？还有人敢联署吗？所以我觉得亮哥在这边是种叹息。他说什么？我赖清德独裁，还能够让你整天骂？他讲这什么话？他没有看到很多人讲话被威胁吗？你作为政论的评论人，你可以假装眼睛没看见啊！我现在要改口了，我以后提到这个人，我就说轻描的发言人又来了。他还说什么？你知道吗？说国民党最没有资格批评大罢免了。你们当年还不是罢免了陈柏惟，罢免了王浩宇？唐平董是当年霸王的领衔人，不要为了批评国民党出来牵拖霸王好吗？我就问所谓的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先生，你有亲自参与或亲自采访过霸王行动吗？我还记得电视上还在那边一整个不看好，不是吗？霸王成功后有访问过霸王核心成员吗？如果没有的话，你一句话国民党也是这样罢掉王浩宇，一直报由国民党发起，这样对吗？老实讲啊，你跟国民党什么因为我不想管也不清楚或是现在有什么想法目的我不知道，按没求证这样乱说有失媒体人的身份，也对参与霸王行动不管是黄白蓝各党派团体以及当时关注霸王的全台民众不公平啊！这脸打的真的是啪啪啪啪啪啊！再来陈柏惟的罢免领衔人叫阿文没打没职我觉得汉哥你讲这话真的就是不公道咯。罢3Q 我们是真的有认真参与的我还写了一首歌啊。我们当时是19年，为了要帮韩国瑜跑这个选举活动，然后呢到处去宣讲，然后后来呢这个韩国瑜罢免之后呢，我们还是继续的对民进党错误的资讯继续做澄清、宣讲、反击，所以就有一群算青年的好朋友吧，然后就跟着我这样子全台湾到处南北跑透透啊，就志工啊，然后路费车马费就靠大家抖内啊，他也没有薪水的，就这样。亮哥真的怒了，青鸟发言人，我坦白说，你要这样作践自己啊，你只是被利用而已啊，不会有人尊敬你的啦。我在民进党太久了，这些深绿独派他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不是你这种人啊，真是可悲还要来辩护说赖清德不独裁啊，在野党国会是多数，赖清德到现在没有拜访过在野党的主席赖清德没有拜访过朱立伦啊，没有拜访过柯文哲啊，甚至把人家抓了。
这样还不叫独裁哦？你48当选，国会也没过半，都不承认，这样还不叫独裁哦？那接下来滥用司法来办人，然后把柯文哲弄到《镜周刊》8次独家内幕啊，侦查大公开啊，这样还不叫独裁哦？滥用司法工具打压异己，这个是常见的选举式独裁的一种招式，还要这样来帮人家洗地，丢脸到家啊！我今天本来要打电话给我风传媒的好朋友啊，我说你们怎么用这样的人来主持节目啊？哇，这个就真怒了。正因为亮哥对汉哥有期许啦，所以才会这么的失望跟伤心呢。因为这两个当年是好朋友啊，对不对？想要流量就找阿亮，欢迎收看亮叮当。这个口号何其响亮！你去看匈牙利总理奥班是怎么样逐渐从一个民选的总理，逐渐变成一个独裁者。这个我们比较政治已经有很多研究了。其实匈牙利总理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啊。我们常见其实最常被拿来研究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普丁嘛。请问普丁他是不是俄罗斯的执政党的党员？我们不用讲希特勒那个远的例子，我们就问普丁就好。我跟你讲，普丁是标准的选举式威权、选举式强人、选举式独裁，标准的。如果要讲民选，那俄罗斯是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民选国家。我们来揭开答案好不好？你看咯，普丁现在是什么？无党籍啊！从2012年以来，他就是无党籍。但是俄罗斯的执政党呢，是这个。叫做全俄罗斯人民阵线，这是俄罗斯的执政党。俄罗斯执政叫 All Russia People's Front， 现在叫做 People's Front。冷知识你没想过对不对？因为普丁的权位已经稳固到他不需要另外再去组织政党，但这个政党就是他的。你看西方人多有趣，他不是特定政党的，他事实上还有一个政党，他弄了一个政党叫做 United Russia， 这是真正的政党。这个政党呢，其实就是普丁的政党。你看很好玩西方人怎么管ideology Putinism 普丁主义 conservatism 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文化国族主义，政党类型叫 Big Ten，Big Ten 叫做大帐篷。这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做选举式独裁？它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操纵方式。你说普丁你是一个独裁者啊，你这党国一体啊。普丁说抱歉我是无党籍人士啊 ，I am independent。所以很多东西不是这样子洗地可以搞得定的啦也有人在研究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他是怎么样让一个民选的人逐渐堕落，变成一个独裁者？这个是我们比较政治里面现在非常流行的题目啊。民选独裁，大家大概3年前吧，就有人在批评蔡英文就有民选独裁的倾向。不过因为蔡英文呢，他比较会装啊。当时是亚洲周刊被老共禁止的亚洲周刊，被民进党批判叫做共媒啊，来自中国的这个人家明明就是来自香港，而这个亚洲周刊呢，当时就民选独裁幕后，日云新威权主义现象，但蔡英文至少他还有一些底线在啦。所以我过去也很少批判蔡英文是独裁者，大部分时候只是酸酸他是慈禧太后酸酸他神隐少女。可是赖清德真的是不一样。历史哥要怎么跟姑姑说独裁是有阶段性？他们只会二分法，不是民主就独裁，都是伟汉教的头痛。这个刚好补充上一个事情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赖清德独裁能让你骂整天？你看对应的蓝白上街头证明台湾是民主的国家。黄伟汉先说还是赖清德先说？赖清德这个是4月26号讲的你看这里列出来了，我们都有念书，只能满足46年嘛，这是4月23号，所以就是简称就是黄伟汉称若赖清德若独裁能骂。所以老实讲，如果今天只是洗地没有那么严重，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他甚至比赖清德更早讲出了赖清德的论点。所以回过头来，这里面才会让人家觉得为什么郭正亮在生气，是不是有明显的互相呼应呢？请问这个说帖是哪里来的？是谁给的？是谁主张的？为什么如此不谋而合？这才是这整件事最恐怖的地方，你知道吗？你想清楚。所以我告诉你，今天他可以找赖清德那么多天讲出天安门谬论，这一波恐怖就在这里。民进党要的是什么？就是外面有人表面上看起来不是青鸟，但处处讲青鸟的语言。我们当然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偶发事件，但因为前面有这件事，所以我可以跟你讲，这绝对不是偶发事件，这是有连线。什么样的连线我们不得而知了。